人呢？来人！可有宾客前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人上山。是不是你们送帖的时候注错了日期？你们不会的，太上楼主的寿辰乃是天大的事情，我们绝不敢有任何大意。给各大势力发放的请帖，我们都是经过仔细检查的。这就怪了，该死，难不成闹鬼了？休得胡言！今日是太上楼主的寿辰，什么死啊鬼啊的啊！对，是我口不择言。不过此事的确有些诡异，其中必有蹊跷。你去下山探查一下，如果有任何情况，随时回报。是。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放肆！你这成何体统？你的衣服呢？被人抢走了！你莫慌张，到底发生了何事？慢慢道来。有人在咱们山门外打劫。什么？在这神风域内，何方势力敢招惹我寒月楼？你居然说有人敢在咱们寒月楼山门外劫道，你可莫要胡言！千真万确，是一位少年，还有一只黑虎在咱们山门外劫道，并且那少年还自称是太上楼主的亲传大弟子。那头黑虎自封寒月楼镇山神兽，原本来咱们寒月楼拜寿的势力全部都被他们给劫下了。弟子前去打探，他们得知我的身份后，二话不说，对弟子就是一顿暴打。弟子身上所有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甚至连我的衣服都给我扒了。弟子太惨了。放肆！可恶啊！到底是何人，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是完全不将我寒月楼放在眼里啊！居然敢在我寒月楼山门外劫道，这是找死！一定要弄死他们！一位少年，莫非是他？几位楼主都随我来。好。哟，这地方这么冷清，办丧事呢？小子，说什么？混账！如此口无遮拦，你想找死不成？这小子嘴真损，一句话就给这帮人整破防了。林彻，阁下为何无故来我寒月楼挑衅？我为何出现在这里，你们难道不清楚吗？阁下居然说我无故挑衅。我想问一句，三楼主如今在何处？他已经死了。什么？你杀了他？注意用词，不是我杀了他，我是反杀，正当防卫那种。少年人，我知道你如此猖狂，是因为你身后有所倚仗。不过你若是将我寒月楼当做了伏龙宗之流，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三楼主对你出手，其实我们此前并不知晓，这的确是我寒月楼的责任。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对他痛下杀手。你杀了我寒月楼一位楼主，这事儿恐怕很难善了了。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寒月楼的三楼主想杀我，结果本事不到家，被我反杀了，却是我的不该。你既能反杀他，想必也能擒下他。你如果将他送来，我们寒月楼自然会对其施以惩罚，然后给你一个交代。而你，笑话！你们三楼主的命是命，我林彻的命就不是命吗？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不该杀他，可是你们曾想过，若是我敌不过他，现在的我又是什么下场？那时你们还会说这些屁话吗？他既然想杀我，自然也该做好被杀的准备，此乃天经地义。一楼主，与这小子废话个什么？这小畜生不仅残害我寒月楼一位楼主，今日竟还敢来我寒月楼的地盘上撒野，老夫看他是活腻歪了。既如此，直接杀了便是。一楼主，他此子身后是四象神功，你杀了他，我们寒月楼是否能承受得住四象神功的报复？莫非就让他如此嚣张？小子，我知道你身后有四象神功撑腰，才会如此有恃无恐。此前我们也合计过，若你来挑衅，我们只教训你一番，便放你离去。可是直到今日，我们才得知，你竟然直接杀了我们寒月楼一位楼主，现在又扰乱了太上楼主的寿辰。如果再只是简单的教训，恐怕寒月楼在神风域将威望无存。因此必须给你一个深刻的教训，断你一臂一足，然后留你一命，也算是给四象神功一个面子了。断我一臂一足？好一个高高在上的寒月楼啊！既如此，那你们来试试，成全你。仅凭道武三重境界，你竟然能承受我一拳？剑雨开！小小年纪竟然已经踏入了大剑宗境界，
当真是有些门道啊。舞剑倒是挺快啊，不过对我形成不了威胁的情况下，你无论出多少剑都不过白费力气，是吗？一剑轮回，好诡异的剑术，不得不承认，你绝对是老夫见过年轻一辈最强的一位。以你如今的潜力，若给你时间成长下去，老夫都不敢想象你将成长到何等高度。怎么，怕了？确实有点，但也让老夫更加坚定了，今日必须要断你的双手。好狠的心呐！不过想断我双手，就凭你？说实话，我今日前来原本只想要个1000万玄药的资源赔偿，但就凭你这句威胁，我决定的加价2000万玄药，今日1分都不能少。你这是反威胁老夫吗？小子，你有些过于嚣张了，你找死！一名少年人物居然能与一楼主战至如今境况，这少年究竟是个什么妖孽？管他是个什么妖孽，这小子如此猖狂，如今一楼主拖住他，大家一起上，助一楼主将其拿下。这少年毕竟是一个小辈人物，若是咱们寒月楼几大楼主一同出手，传出去怕是有损咱们寒月楼的威名啊！哼，你们在乎名声，老夫可不在乎，那就让老夫先来。小辈，给老夫死来！什么？一大把年纪，暗中偷袭，小子，反应倒是挺快。不过，就算你反应再快，又能躲得了老夫几次袭击？本皇乃是偷袭界的鼻祖，你这老东西敢偷袭我兄弟，今日让你尝尝被偷袭的滋味。啊！老夫要杀了你！老夫今日一定要杀了你这个孽畜！嘿嘿嘿，老东西，本皇这一招千年杀，感受如何呀？孽畜！老夫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小子，你放心与那老家伙捉对厮杀，其他人若想插手，自有本皇替你挡着。好，覆海！想不到你这孽畜还真是有些能耐呀！好东西，再来！看本皇今日不打得你菊花爆满山！你找死！移山！老夫今天真杀了你！真！老夫这移山之术虽然是幻化而成，却绝对不弱于真正大山的重量，足以将你这头孽畜碾压成齑粉。不可能！孽畜，你，小子，你虽天赋绝伦，但年龄上毕竟太年轻。而在武道世界里，如果境界差距过大，不是凭借天赋就能够弥补。如今这个形势，你已经输定了。你终于肯出全力了吗？秘术开！你的气息！什么？这怎么可能呢？你刚刚那个气息，秘术，你竟然掌握有增幅修为的秘术。这样说来，你之前一直在故意示弱。你小小年纪，心性竟如此老辣，是你太轻敌了。一楼主在整个神风域也还有敌手，七日竟然败给了一位少年。天哪，我没有看错吧？这少年究竟是什么妖孽呀？你不是要断我双手吗？你现在怎么不说话了？士可杀不可辱，说这些废话作甚？你究竟想如何？我想如何？我刚来的时候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你们寒月楼的3楼主对我进行暗杀，虽然最后行凶未遂，但也令我精神上遭遇到了极大的创伤。我这次登门拜访，便是向你们讨要赔偿的。2000万玄药，你们不可能！你可知2000万玄药是什么数目？开口便是2000万玄药，你小子简直是在白日做梦！你如今的生死都在我一念之间，跟我说话语气还敢这么硬？莫非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你有本事，少年人！太上楼主，年轻人，不知我寒月楼有何得罪之处？
你不知晓？说实话，老夫目前还真不知晓。那你应该问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何事？怎么都已经让别人打上门了，你们就没人给老夫一声解释吗？还是说看老夫已经老糊涂了，做不了你们的主了？太上楼主息怒，是这样的，我们寒月楼的规矩是只贩卖情报，绝不参与各大势力之间的争端。是谁让你们？回太上楼主，此事乃是三楼主擅自行动，我们此前也不知情啊。那你们知晓之后为什么要瞒着我？我们想着能够解决此事，不想惊动太上楼主大驾。那现在这事情解决了吗？少年，他们刚才的话你应该也听到了，三楼主前去暗杀你，这是一个误会，这并不代表我寒月楼上下的意思。你看可否给老夫一个面子，此事就此结过？老前辈，你倒是一个很讲道理之人，如果之前他们都像你一样讲道理，晚辈也愿意与你们谈。可是你们三楼主暗杀我在先，如今我来到这寒月楼，你们这些人又再次对我出手，并且扬言要断我双手，如果我不讨回一个公道，就这么离开，我岂不是很没面子？那你想如何呀？很简单，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这次来寒月楼是来跟你们谈赔偿，如果你们拿出2000万玄药出来，那我与你们的仇怨自然可以一笔勾销。放屁！2000万玄药，你小子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你怎么不去抢？2000万玄药很多吗？若是与你们一楼主的性命相比，不知你们愿不愿意掏出来？2000万玄药，除了是对我的赔偿之外，再加上换此人一命，不知这个买卖，老前辈是否同意？小辈，你是在威胁老夫吗？老前辈若是这么认为，那就算是吧。多谢太上楼主。小辈，不知这样一来，你是否还有要挟老夫的资本？你想狮子大开口，向我寒月楼索要2000万玄药也不是不行，但那也得看你的本事。若不然，你与老夫战上一场，你看如何？我打不过你，还算是有些自知之明。你，老爷子，有人要与你切磋一下子，就是他。此人，太上楼主，根据我们此前的调查，此人似乎是当年羽化仙门4大护法之首的黄云。且慢，今日又是老夫的寿辰之日，实在不宜大动干戈呀。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既然这位小友只是想要一些赔偿，咱们寒月楼也是讲道理的，给他一些赔偿就是。来人，去宝库取玄药来。太上楼主，这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是。黄老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要不然等此件事了，闲着无聊的时候带黄老去阴风鬼宗溜达一圈。这1500玄药怎么少了500万玄药？这1500万玄药已经是我寒月楼能拿出的所有可流动的修炼资源，你还不满意吗？我在伏龙宗获得的玄药都不止2000万，你们寒月楼底蕴更胜伏龙宗，居然连2000万玄药都拿不出，你们糊弄谁呢？年轻人，你在伏龙宗能收获2000万玄药，那是因为你将其宗内的资源宝库全部搜刮一空，而我寒月楼底蕴更胜伏龙宗，的确也能拿得出2000万玄药。可是你可曾想过，我寒月楼家大业大，平日里日常消耗也是很恐怖的。这1500万玄药已经是寒月楼内全部可以流动的资源，如今给了你，寒月楼便已经伤筋动骨。若是再给你拼凑出500万玄药，那我们寒月楼的运转也将陷入瘫痪。你不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我说了是2000万玄药，那就是2000万玄药，少1分都不行。小子，你莫要太过分了！1500万玄药放在任何一座势力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便宜了你小子，你竟然还不知足？你怎么不去抢呢？你以为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不正在抢吗？年轻人，你这可就有些不讲道理了。老爷子，等等，这500万玄药我寒月楼确实拿不出来，不过我们可以与你做一笔交易，
什么交易？你应该知晓，我寒月楼乃是一座情报势力，既如此，我们可以贩卖给你一个情报，以此来抵消那500万玄药，你看如何呀？你先说说看。你小子的人品不太可，你先答应下来，不然若是你听到这个情报之后又不认账怎么办？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不过你放心，我林彻向来说话算话，只要你的情报有这个价值，我绝不会赖账。这个情报是关于你的。众所周知，现在外界都在传闻羽化仙门的传承在你身上，因此你才会遭到各大势力的觊觎，处境变得极为艰难。可你知道关于这个消息最初是谁传扬出去的吗？阴风鬼宗。根据我们的调查，最初传出这个消息的势力正是阴风鬼宗。阴风鬼宗想要针对我，我早已知晓，此事不用你说，我也能猜出个大概。你要告诉我的情报就是这个。自然不止这些，你能猜出阴风鬼宗会针对你，但你对这座势力却并未了解。准确来说，这阴风鬼宗虽然势力庞大，但行事却极为阴损。他们觊觎你手中的传承，但忌惮你身后的风老人，从不对你主动出手，反而放出这个消息，让各大势力与你之间彼此消耗。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能坐收渔翁之利。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这阴风鬼宗行事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绝不会受任何正道规矩束缚。既如此，他们为了逼你就范，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不久之前，这阴风鬼宗似乎前往了北荒域。你说他们前往了北荒域？阴风鬼宗的确前往了北荒，但具体是什么目的，我们就不知晓了。走，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以后有空了，一起赏局啊！走了。太上楼主是说，那风老人已经达到了天武之境。什么？那老人看上去疯疯癫癫的，竟然是一位天武境强者。这还好，此前太上楼主没有出手，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你们还有脸说？今日本是老夫大寿，你们却差点没把我送走。若不是老夫明智，你们，定是你们看老夫活了这么大岁数不容易，平日里过得太平静，想给我找点刺激，是不是啊？我等不孝，还望太上楼主恕罪啊！不孝？不，你们是太孝了，太孝了，笑死我了！阴风鬼宗。寒月楼能够查出我来自北荒，那么对于阴风鬼宗这座势力而言，必然也能查到。我真是太蠢了，蠢啊！我这段时间只想着自己，居然没有想到这一层面，我真是太蠢了。走。他这是怎么了？他这是要去救他老婆，因此才这么着急啊。老婆？你不知道吗？他在北荒域本来有一个老婆的，现在可能遭遇了什么危险，这小子是急着赶回去救援呢。心愿如今进展如何了？回陛下，心愿除了扬州的总院之外，青州、兖州、禹州等地已有6座分院建成。如今心院共有学子36000余人，这些学子皆是经过严格考察、品学兼优者。依照这个势头，想必在3年之内，心院学子人数将会数倍于此。心院建立之时，乃重中之重。如果洛柔前辈有任何需要，全部予以满足。另外，以后除了扬州总院之外，各大分院的人事任免，皆由朕亲自把关，任何部门不得干预，明白？明白。好了，朕没事了，你下去吧。是，臣告退。当初父皇重击禅师，无心打理朝政，但好在苍风国底蕴深厚，还没有到一个积重难返的地步。如今一切都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想你了，自从你上次离开，已经快要1年了，不知道你在那里怎么样？陛下，何事？审计处送来一封帖子，10万里加急，属下刚刚收到，不敢有任何耽搁，特地前来禀报。呈上来。是。我就算再着急，但这个速度也已经是极限。接下来还需要几日才能够回到北荒，这个时间我不能乱，还是需要冷静。冷静。仙女前辈，不知你传授我的这门修炼方法是否会有一个极限呢？当然，这世上没有任何一门修炼方法是完美无缺的，总会有着一些缺陷或是局限性。如果是其他人，即便是掌握了与你一样的修炼方法，应该也不会和你一样成长得如此之快。为何？这门修炼法门虽然能够无限吞噬资源，但对于任何武者而言，不是修为增长了，
就能顺利突破境界的，尤其是对一些大境界的跨越更是如此。比如这世上有许多人成长之初十分顺利，可达到了玄武巅峰之后却就此止步，即便是10年后也无法再进一步。你以为这10年来他们的修为没有增长吗？不，其实他们的修为经过10年的日积月累，早就已经超过了玄武巅峰的极限，但却始终难以寸进。这是因为他们的心境还未达到全仙的境界。武者体内修为的增长，你可以看作是一个外在，而武者心境成长便是内在。想要突破境界，这两者缺一不可。而如果有任意一个方面达不到要求，便要始终困在原地，这就是武者口中所说的瓶颈。我传授你的修炼方法也是有瓶颈存在的。如果是其他人，就算掌握了这门方法，也不可能无限成长下去，因为心境上的不足，早晚要遭遇瓶颈。而一旦遭遇瓶颈，他就要停下。若是继续强行吞噬资源，必遭反噬，甚至会因此走火入魔。而你之所以没有遭遇瓶颈，是因为你的体质。我早就曾怀疑你的体质有些特殊，与传言中的先天道体很像。先天道体除了对天地本源更为亲近之外，还有一个逆天之处，便是没有瓶颈一说。那件事如何了？上士放心，数日前我便已经送去战书，与苍风国彻底宣战，兵贵神速。既然已经宣战，那就尽快行动，而且不要有任何保留，最好能一举击溃苍风国，这样还好做接下来的事情啊。是，其实在发出那封战书之前，我便已集结宗内所有战力，随时能够出手。听说这1年来你们炎龙宗最近的境遇很不妙，而这次我们之所以选择炎龙宗，也是给你们一个翻身的机会。我想这对你们宗门上下都将是一场造化，但你们也应该明白，如果事情办不好，我们可以再找一座势力随时将你们替换下来。因此既然有这个机会，那就好好表现，莫要让我们失望才行。明白。好了，既然你都已经明白，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你们好好准备吧。父亲，听说你近段时间不思进取，终日沉迷于酒色，可有此事？我再问你是不是？放肆！你身为堂堂炎龙宗少主，竟然自甘堕落，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人不鬼的，你哪里配当我炎魂的儿子？简直太让我失望了。父亲，不然的，我当初被誉为北荒域第一天才，可是现在我天赋神通被毁，境界暴跌至05境，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我还能做什么？我知道当初那件事对你打击很大，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只是因为看不到希望。不过现在有一个机会，或许能让你重获新生。机会？你可知刚刚离去那人是从何处而来？阴风鬼宗。刚刚那人是来自阴风鬼宗，而这一势力即便是在那中土神州之内，也是数1数2的超然存在。可是现在他们却找到了我们，你知道是为了什么？是来帮助咱们炎龙宗一统北荒域而来。什么？这怎么可能？父亲，这阴风鬼宗莫非有什么特殊目的？这为父就不清楚了。不过无论对方是什么目的，对于咱们炎龙宗而言都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1年前咱们在3宗2国中失利，被掠夺了大量的修炼资源，这个损失无比巨大。要知道，对于任何一座势力而言，修炼资源都是重中之重。咱们失去的那些资源，足以让炎龙宗的发展停滞10年不止。最关键的，咱们失去的还不只是资源而已，因为咱们在那场论武之中提前展露出了称霸的野心，只是这1年来也遭到了其他几大势力的针对和报复。如今咱们炎龙宗在北荒域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呢。这个时候突然从天而降这样一个翻身的机会，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将其把握住。如今的北荒域，苍风国如日中天，甚至因为那个少年牵上了4项神功这条线。若是正常情况下，咱们想要报仇，恐怕这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可是现在若有阴风鬼宗相助，咱们就不必有任何忌惮了。这是天意，是上天注定要让我炎龙宗一统北荒啊！
儿子，咱们炎龙宗以后要真的能够一统北荒域，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你日后早晚会成为北荒之主，因此你现在必须要振奋起来。可是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在武道世界，武道便是根本，你现在天赋神通被毁，因此修为一落千丈，在北荒域内根本没有能够恢复的可能。不过你可不要忘了，那阴风鬼宗在中土神州无比超然，想必有着许多的灵丹妙药，只要咱们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你的修为一定可以修复啊。当真？尊师，如何了？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呀。尊师，其实我有一个疑惑。说。那名叫做林彻的少年当初是从苍风国走出，在那里应该有着他很多的亲人朋友，而宗主将我们派遣来北荒域，应该就是为此而来吧。既如此，那我们又何必与炎龙宗合作？以苍风国的体量，其中根本没有我们值得忌惮的存在，咱们随便派去2位强者，便能如入无人之境，将与那少年有关之人尽数劫掠过来，又何必再多此一举呢？你呀，想得太简单了，一个苍风国在咱们眼里的确不堪一击，可是你不要忘了，那少年的背后可是站着一个4象神功，咱们若是光明正大的入场，你以为4象神功便会坐视不管吗？羽化仙门的传承如此诱人，如果那小子身后真的无依无靠，那么他一天遭受3次暗杀都是少的。可是迄今为止，我才真正对其动手的势力绝对不超过1手之数，即便出手也都是试探性质。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4象神功的震慑。你别看这小子如今在中土神州四处晃荡，4象神功看上去不闻不问，但我敢保证，一旦他真正遭遇危险，4象神功绝对会出手。那4象神功为何不将这小子留在宗门内？这样不是更安全一些？反而任由那少年在外界晃荡，这就是4象神功的高明之处了。我问你一个问题，若你得到了一个令全天下都心动的至宝，这件至宝能给你带来许多好处，但也会让你举世皆敌，你如何行动啊？如果是我会斩出一道分身，将那至宝交到分身手中，放任那分身去外界闯荡，而我的本体则在暗中全力相助。若分身能闯出一片天地，最终彻底掌握那件至宝，我身为本体亦能得到巨大的好处。可如果在我全力相助之下，分身依旧无法守护那件至宝，证明那件至宝的因果绝非凭我之力能够抵挡，那我也能随时抽身规避风险。我明白了，4象神功展出的这道分身可不弱，身旁还跟随着一位超级强者，一般势力出手根本无法对其形成威胁，4象神功自然不屑理会。可若是咱们阴风鬼宗动手，是会真的威胁到那分身的，那4象神功就得跟咱们拼命了。咱们与4象神功斗个2败俱伤，便宜的只会是黑暗神教与刀魔宗。因此咱们就算要对付那林彻，也不能自己上阵，最好能假借他人之手。况且宗主让咱们前来俘虏那少年的家人，又没规定过用什么方法，与其亲自动手，老夫现在一句话便让北荒域陷入动乱，咱们看着他们斗个你死我活，不觉得更有意思吗？尊师高明啊！这炎龙宗究竟在发个什么疯？说。是，根据我们暗卫得到的消息，这次炎龙宗是来真的，而且已经调集了10数万大军，皆是精锐，想必不日间便会抵达咱们苍风国边境的巨雍城。传朕的命令，立即抽调大军前往巨雍城抵御外敌。另外告诉众将士，这一战朕会亲自前往督战，无论敌人如何凶顽，我苍风国疆域寸土不可失。是，陛下。等等，让人通知秦国、合欢宗以及皓月宗，就说我苍风国有难，恳请他们出兵支援。陛下，这仗还没打呢，他们恐怕不会出兵吧？
你不会借灵王的名头威慑一下他们吗？这还用朕教你们吗？是，陛下。三宗两国论武之后，你们各大势力都欠下我苍风国一个人情，现在跟你们借点兵，应该不过分吧？你说苍风国向咱们请求支援？是。苍风国这是想把咱们都拖下水呀。以为老国主退位之后，苍风国多少会陷入一阵时间的动荡，但没想到这位新皇登基不久，不仅迅速稳定了国内形势，种种手段也恰如其分呢。老夫还真是小瞧了苍风国这位新皇呢。宗主大人，那我们……你先下去，容老夫想想。是。这炎龙宗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召集军队，随时待命。陛下，莫非我们真要出兵相助苍风国吗？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是很想看苍风国与炎龙宗拼个两败俱伤。可不要忘了，苍风国现在的背景很不简单，身后有那位少年在。先将部将召集起来，至于何时出兵，等朕的命令。想不到老夫这次前来，竟然能让苍风国的新皇亲自迎接。你身为炎龙宗主都亲自前来了，我如果不来，岂不是很不给你面子？也对，毕竟从体量而言，你我两大势力旗鼓相当，老夫亲至。身为苍风国主，若是龟缩不出，别人还以为苍风国是怕了我炎龙宗。不过恕老夫直言，若是你父亲在此，还能让我忌惮一二，但凭你这个小丫头，虽然名义上是苍风国的国主，可在老夫眼中也不过是一个小辈人物，想跟老夫斗，你恐怕还嫩了一些。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有一点我不太认同，老一辈的人物无论曾经有多么辉煌，但最终还是要将重任交给下一代年轻人，这个世界也终归会是年轻人的天下。我不忍父皇太过操劳，从父皇手中接过这个责任，这也是父皇对我的信任。与之相比，我倒是挺可怜你的。可怜？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亲自在外打拼，你儿子……我差点忘了，你儿子已经废了，你不这样做也没有办法。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就算拼了老命，最终打下一片大大的基业，但你儿子没有武道支撑，可能活不过你，你以后又将其交给谁呢？所以我奉劝你，趁现在还有这么大精力，回去造人吧，等过个10几年有了接班人，再来进犯我苍风国不迟。好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老夫不与你废话。这次前来，我只给你们苍风国2个选择，一个是彻底臣服我炎龙宗，每年向我炎龙宗大量朝贡；另一个选择也是负隅顽抗，然后苍风国就此消失于世间。不知你们究竟选择哪个？大白天的，你做个什么梦呢？我炎龙宗这次前来，自然有这个底气，攻下巨雍城。所有人可尽情劫掠3日，3日之内，谁抢到的东西便是谁的，给我杀！迎敌！兄弟们，今日敌军来犯，若我们无法击退他们，我们的家园将遭受践踏，我们的家人将遭受屠戮，我们的妻女将遭受凌辱。你们说，面对这群凶恶的豺狼，我们能否退缩？绝不退缩！好，众将士，随我出城迎敌！杀吧，杀吧，越惨烈越好啊！黄玉，说是以前老夫这辈子都不屑于踏足这片贫瘠的土地，但现在老夫却觉得没事多在下方走走也挺好的。是，因为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真正清楚地感受到何为上位者的威严。尊使，上使，你不在下方督战，上来做什么？有一事相求。晚辈严清玄见过尊使大人与上使大人。
究竟何事？直接说吧。两位大人，这是犬子，曾觉醒天赋神通，不过1年前与林彻一战，伤在对方剑下，天赋神通被毁，因此修为暴跌呀。在下知晓两位大人从中土神州而来，神通广大，因此斗胆恳求，不知两位大人可有治愈犬子的方法？如果两位大人能够治愈晚辈，那么晚辈做牛做马也一定报答两位的再生之恩。此乃冥阴丹，乃是我阴风鬼宗不传至宝，应该能修复你儿子的天赋神通。这枚丹药乃是我阴风鬼宗独门秘法炼制而成，即便是放在中土神州，也堪称价值连城了。明白，尊使大恩大德，我炎龙宗上下必定铭记于心。这一战进行到这个时候，看上去很惨烈，不过你们两大势力应该都还没有动用真正的底牌吧？是，好戏这才刚开始。在地面上，无数尸体横陈，鲜血染红了地面。玄武七重，这枚丹药不仅让我的伤势技术复原，竟然让我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达到了玄武7重境界。属于我的天赋终于要回来了。林彻，你应该绝对想不到吧，我竟然能够重新站起来。下次再见，我会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的。是炎龙宗内的2位超级强者，怎么抵挡？休得猖狂，让老夫2人来会会你们。是2位国师大人。严宗主，应该是你表演的时候了。放心，苍风国2位国师被拖住，没有人再能阻挡老夫的步伐。记住，留活口。是。好，拦住他！老夫身为炎龙宗巅峰战力，仅凭你们也想阻拦老夫，简直不自量力。擒贼先擒王，待老夫捉下你这个小丫头，看你苍风国还如何抵挡我炎龙宗的铁蹄。父亲，李峰，你竟然还没死！哼，你这老东西都没死，我怎么可能死在你前面？父亲，你的身体……李峰，看你如今的状态，也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你巅峰之时，或许还能与老夫一战，可是现在，你真的能够阻拦老夫吗？试试。原来你是想通过透支自身来与老夫一战，那我就看看以你现在的状态，能在老夫的攻势下坚持多久。父亲，怎么可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感觉自己突破的时间似乎越来越短了。陛下，你快看下方！心渊弟子，国主若柔前辈，这些心渊弟子，这1000人皆是心渊精英，听闻敌军来犯，特地前来御敌。不可，我苍风国建立心渊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打仗的事情自然有军队负责。这些人都是未来苍风国的栋梁之才，若是陨落在此地的话，这些人全都是主动请缨。我心愿建立至今，虽然才不过1年时间，但选拔弟子首重品性。凡是心愿弟子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如今苍风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心愿弟子岂能龟缩在后方？白老有令，这一战咱们必须扬心愿之威，谁要是退缩一步，回院之后就得当他老人家的试药对象。你们有谁想喝白老的药吗？不想，白老的药有毒，是真的有毒啊！既如此，那就给我冲！不错，当年咱们院长威震北荒，虽然到现在咱们还没有见过他一面，但是身为心愿弟子，绝不能堕了他老人家的威名。兄弟们，冲啊！冲！干死他们！这帮心愿弟子与那个家伙好像，那是自然。心愿的前身便是武殿，别忘了当初那家伙就是从武殿培养出来的呢。1年时间了，也不知道那小子在中土神州混得怎么样了。以他的天赋，或许有可能已经踏入玄武高阶了吧。不说这些了，先将这些来犯之敌击退再说。尊师，让我上吧。这次来北荒，本来是不打算亲自出手的，
可从眼前的形势来看，咱们若是不出手，这炎龙宗必拿不下苍风国，宗主大人的任务也无法完成啊。既如此，那就不需要有这么多顾虑了。你去吧。是。你究竟是何人？你究竟是何人？此人，中土神州。难道此人来自中土神州？而炎龙宗之所以突然变得如此强势，前来攻打苍风，便是因为暗中得到了中土神州某座势力的扶持。陛下，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秦国与合欢宗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出兵增援我苍风国的打算。我已经猜到了。陛下，这次秦国与合欢宗虽然没有动作，但皓月宗却已经出兵，正向这里赶来。皓月宗消息可靠？是皓月宗主亲自送来的讯息，已经聚集众弟子要来帮助我们苍风国御敌呀。让他们不要来此处战争，去炎龙宗老巢。是。撤军。此人林王，此人是咱们苍风国的一字并肩王，他就是咱们心愿的院长。看不出你在北荒的声望还挺高的吗？阴风鬼宗林彻，你竟然敢出现在此！你们阴风鬼宗出现在北荒，不就是为了针对我的亲人朋友？现在我主动前来，不是正合你们的心意吗？也对，如果你一直身处中土神州，我阴风鬼宗多少还会有所顾忌。可是现在你竟然自投罗网，那可就怪不得我们了。你做什么？上使，此人交给我。林彻，你终于出现了。林彻，自从上次三宗两国论武之后，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你应该想不到吧？有一天我会再次站在你面前。你的境界，玄武七重。你终于看出来了。没错，我严清玄天赋归来，不仅恢复到全盛时期，修为更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次暴涨了2层境界。这可多亏了你，才能让我因祸得福。我现在出现在此，便是要与你了结当年那段恩怨。林彻，今日你我东拼一战。林彻，当初你离开北荒域的时候，不过玄武2重境界，那我就看看你进入中土神州1年究竟有什么长进。虚无金言。你不可能！你哪来的勇气？怎么回事？你儿子这么蠢的吗？你儿子这么想不开，你倒是早点说呀！你杀了他！你杀了我儿清玄！我要杀了你！老夫今日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小心！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们父子真是一样的蠢。死了！炎龙宗宗主死了！这家伙前往中土神州仅1年时间，究竟成长到了什么地步？我去！道武6重，难道羽化仙门的传承真的如此逆天，能够让一个人的成长速度达到如此变态的程度？无论是任何人、任何势力想对付我林彻都可以，不过你们千不该万不该选择用威胁我身边之人的方法来针对我，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是吗？我阴风鬼宗行事向来不受任何规矩束缚，无论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够达成目的便足矣。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你会出现，这样一来，我们的确不用再针对你身边的人。林彻，你今日敢出现在此，你死定了！试试。道武巅峰，道武境界之内，每一阶的差距都无比巨大。虽然你凭借如此年纪达到道武6重，的确很令人惊讶，不过在我面前，你方寸剑宗，你小小年纪竟然在剑道境界之上达到了如此成就！你这战力不可能！我身为道武巅峰之境，岂会不敌一个小辈人物？燃烧血脉，即便是你燃烧血脉，依旧不是我的对手，何必呢？我杀了你！够了，你退下吧。左使，
他说的没错，他的剑在道武境界之内已无敌，即便你燃烧血脉，也不会是他的对手。啊，道武境内无敌？以他现在表现出的战力，莫说是你，即便是老夫处于道武境界的时候，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怎么可能？小辈，你真的很令老夫惊讶，以你现在的年龄能够成长到如此地步，老夫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具有天赋的小辈人物。不过可惜，你表现得越优秀，今日便越是要死。你想杀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狂妄！天武境。小子，你身为武者，应该很清楚，在武道世界之内，一个大境界的差距有多么巨大。任凭你小子再妖孽，但只要处于道武境界内，在老夫面前依旧只是一只蝼蚁。老夫劝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只要乖乖交出传承，或许还能留你一具全尸。不行，身为一名剑修，不能每一次遇到困境的时候便想着去依赖他人。黄云前辈对我而言，应该更像是一种资源，或者是底牌。如果我拼尽全力依旧打不过对方，动用这个底牌是应该的。因为对于武者而言，人脉资源也属于自身实力的体现。不过若是我一遇到困难，没有任何自身努力的前提下，第一时间便想着动用这个资源解决，那就是为自己的轻松找借口。战！飞剑！你这飞剑足以威胁到道武巅峰，不过天武境强者面前不过雕虫小技耳。方寸剑宗，这一剑道境界果然有些门道。一剑轮回，你这是灵魂剑技，好诡异的攻势。不过可惜，若你的灵魂再强大一些，或许真的能够威胁到老夫，但现在你对其掌握显然远远不够，小辈该结束了。剑祖，你这是什么剑？此剑究竟是何来历？莫要催动此剑。哼，你小子如此紧张做什么？莫非此剑隐藏着什么秘密？不对，你小子想阴老夫？靠，居然不上当！一旦以真气催动，便会招来天劫，然后引来天劫，劈死这名老者。呵呵，你小子果然是想阴老夫。你什么鬼？这柄剑成精了！无论如何，老夫先杀了你小子再说。你小子身上居然有如此多的诡异之处，传承？莫非你体内那片诡异的空间，便是你在羽化仙门得到的传承宝藏？一定是如此。小子，原来这便是你在羽化仙门所得到的传承，果然让人意想不到啊！那今日老夫便看看你体内究竟有何神异之处。我去，这老头疯了！这得多么想不开呀！居然敢去触碰那个女人的眉头！你是何人？不作死就不会死。离王击杀了那尊天武境强者，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不过是一名小角色而已，下次见面一剑就能解决的存在。行了，我们胜了！啊，离王威武！上皇，我当初是从苍风国走出，无论以后成长到什么地步，都不会忘了这个身份。好，你很好，你真的很好啊。院长，店主，你没必要这么客气吧，直接叫我林彻就好了。你是新院的院长，而我是副院长，即便你我关系再好，但在外面也要分清尊卑，这是规矩。当然，若是私下里，我就不跟你这么客气了。好吧。活的院长终于见到了。新院是在你离开北荒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在新院建成之后，无论是总院还是分院，都有着你的雕像存在。那些新院弟子皆是以你为榜样，
因此现在见到一个真实存在的你，才会显得如此激动。院长，你真是太厉害了，好好努力，你们以后会超越我的。这一战伤亡如何？院长，这一战总院共出动了1000名精英弟子，战争结束之后陨落了210人，厚葬那些战死的兄弟，另外保证他们的家人此生无忧。这一战你们做得很好，身为院长当予以奖赏。多谢院长。我回来了。好像长高了一些呢。你做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管他呢，我想你，很想很想你，就得让你知道，你好像也长大了一些呢。滚！父皇，你的身体……无妨，我这是老毛病了，没必要太放在心上。那几位是……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对，虎兄是一位考古工作者，最喜欢研究一些古老事物，而且对风水一道也极为擅长。老夫没什么可介绍的，我是他爹。不知这位姑娘是？哇，她这是怎么了？为何突然感觉好晕，头好晕？不好，莫非是他刚刚与那位天武境老者一战受了伤啊？快穿御衣！好小，真有你的！有那位大神出手，一个念头便足以秒杀天武境，你小子会有受伤的机会？怪哉呀！如何？并无大碍。你确定？那他为何还不醒？陛下，依老夫的诊断，林王的经脉平缓有力，不像是受伤的样子。至于他为何一直昏迷不醒，这根据老朽判断，多半是之前经历一场大战太过疲累的原因，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休息个2日应该就能恢复过来。真的？父亲，陆前辈，既然他没有什么大碍，那大家也就不要太担心了。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我想大家也都累了，就先回去休息吧。也好。你醒了？我没事，别担心。御医说你要好好休息，你起来做什么？快躺回去。我真没事，我刚刚是装的。你是说那位跟随你而来的疯疯癫癫的老者是一位天武境界的强者？是。你刚刚又说那位疯疯癫癫的老者将你与那位叶姑娘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儿媳？黄前辈曾遭遇丧子之痛，导致精神彻底错乱，而且不能受到任何刺激，一旦受到刺激便容易六亲不认，大开杀戒。因此那个场合之下，我自然不能讲出实情。不过你放心，我与那位叶姑娘之间只是演戏，目的是为了安抚黄前辈的情绪，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内层方面的关系。当时我只是顾虑黄前辈的状态，又不想让你伤心，所以你就吐血装晕？傻子，在你心里我有这么小气吗？你当时尽管说她是你的妻子，事后再跟我解释就好了。那你不会生气吗？当时可能会吧，不过我生气了，最多打你一巴掌，也好过你强行呕血强吧？你这样不伤身体的吗？跟你开玩笑的，我怎么舍得打你呢？其实我心里还挺开心的，你这样做也是为了不让我伤心，证明你心里是在意我的。我怎么了？你等一下，我先破个镜。破镜？他这是要突破境界，突破境界不都是需要做足准备，最少也需要一些资源作为支撑吗？他这怎么说着说着就开始要突破境界了？什么情况？转世。天女前辈，这尊神像究竟是什么来历啊？我看不透。那天女前辈，你能否看出这道神像的出现对于他以后有什么影响吗？对他而言应该是一件好事吧。可以看出这道神像随着这小丫头修炼的进度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正在逐渐与她的本体产生一种融合的趋势。如果等到两者真正融为一体的那一天，或许这小丫头的某种天赋将会彻底归来，甚至我猜测这个小丫头便是某位强者的转世，而她现在的情况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不过若是两者彻底融合为一体，也是有着另外一个可能的，那就是她变得不再是她，从而变成另外一个人。变得不再是她？这怎么会啊？当然这些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事实上我不清楚这道神像具体的来历，自然也不好判断这个小丫头是否真的是某位强者的转世，因此我刚刚说的事情未必真的会发生，你也不需要如此紧张。
真的突破了呢。你如今突破不需要资源吗？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如果是其他武者，突破往往都需要大量的资源与时间的累积。然而最近，我感觉自己突破境界的时候，却完全不受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甚至我能感觉到我最近突破境界的频率越来越频繁，而每次突破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阻碍，仿佛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轻松？最初我突破一层境界还需要半年时间的积累，但后来这个时间缩短到3个月、1个月、半个月，直到如今，我每3天便突破一境，便犹如水到渠成一般。3日一境，你感觉每次突破之后与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实力吗？不是实力。没有啊，除了实力的增长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感受了。陛下，说。陛下，秦国与合欢宗来函，向咱们苍风国在这一战中取胜表达祝贺。另外，秦国主与合欢宗主表示，要在近日亲自携重礼前来访问咱们苍风国，似乎是要解释这次他们没有出兵的具体原因。这2个老狐狸，朕知道了，你下去吧。啊，是。当初3宗2国论武的时候，这2大势力各欠咱们苍风国一个人情，这次让他们出兵增援，他们却一直按兵不动。不用想，他们应该就是想看苍风国与炎龙宗斗个2败俱伤，想要坐收渔翁之利。而现在他们见到咱们以碾压之势击溃炎龙宗后，却又来讨好，简直可恶至极。哼哼，我早晚要灭了他们。其实也不必操之过急。我明白，如今解决了炎龙宗，苍风国的崛起之势已经无可阻挡。但这一战后，苍风国也终究遭受了一些打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稳定的发展，因此我不会这么快对他们露出獠牙。等到苍风国真正发展到一个足够强盛的地步的时候，才是解决他们的时候。炎龙宗应该彻底玩完了吧？炎龙宗这次几乎出动了所有精锐，剩余的一些乌合之众根本不堪一击。此前皓月宗前来援助苍风国，出于形势的判断，我并未让他们来到战场之上，而是前往了炎龙宗的老巢。后来这一战结束后，我也立即派兵前往了炎龙宗相遇。两方夹击之下，炎龙宗剩余的力量根本无法抵挡。我想很快便会传来好消息的。这一战结束之后，你应该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吧？既如此，你先去忙吧。是啊，这段时间的确是有的忙啊。那我先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好。你的身体真的没事吗？放心。既然你没有受伤的话，那晚上我来陪你吧。天5境级别的强者果然有钱呢，无量乾坤，这可真是缘分。黄金尊师，怎么见到我很惊讶？印象中上面已经很久没有派人前来了。你们以为上面已经把你们遗忘了？放心，天魔界是不会遗忘你们的。你们虽然远离故土，但上面对你们却一直很在意。不过毕竟你们要执行的任务太过重要，因此平日里你们不仅要与外界彻底断绝往来，还要一直守在此地。如此你们心里可有怨？族内能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绝不敢有任何怨言。你们守在这里多少年了？700年了。700年。天魔族的寿命远超人族，每一位天魔族的武者寿元都在2000年左右，而你们是第15批，这样算来已经3万年了。我天魔族为了这一天，足足守候了3万年之久，如今终于要实现了。尊师大人，你是说灵尊这几日生出感应，那件至宝应该要出世了。尊师，你此言当真？自然啊！那件至宝终于要出世了吗？这样说来，我们的任务也终于要完成了。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根据魔主的指示，那件至宝最多还有半年便会出现，而这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是。魔科呢？为何不见他的身影？尊师，怎么回事？尊师，你很久没有来过，因此不知道100年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战，而魔科的头颅便是在那一战中被人斩下。什么？莫非这是这片星域中有别族发现了那件至宝的气息？并非如此，是天武大陆中的那群武者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天道规则的存在，在100年前对天道规则发起冲击，我们为了阻拦他们，才会与他们一战。他们发现了
天道规则。这帮蝼蚁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似乎终于明白自己只是蝼蚁的事实，但却妄想前往更广阔的天空。可惜他们却并不知晓，天武大陆作为一处下位世界，他们只是我们天魔族圈养起来的一群猪羊。100年前，他们应该是集结起了当时大陆内最顶尖的一批强者，妄图冲破天道规则的限制，但最终却被我们屠杀的七零八落。如果不是我们进入大陆，也要受到天道规则的限制，只能将境界压制在天武境内。就凭那些蝼蚁，怎么可能伤得了我？原来如此。不过为了避免意外，还是要将这片大陆彻底掌握在咱们天魔族的手上。3个月，这3个月内，我们天魔族要彻底统治这片大陆，成为这片大陆之上真正的主宰。找到了。灵师，您老实说。不错，老夫已经感应到了领主的气息，这只有一种可能，便是领主大人的天赋正在回归。这是真的吗？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夫终于再一次感应到了领主的气息，就算现在死去也足以瞑目了。你们应该知晓，数千年前我们本隶属于太古灵族，只是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太古灵族将我们当成罪人驱逐出了族内。那时候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真的很惨很惨，就像是一群无家可归之人，只能流浪于无边黑暗的星际之中，受尽了万般煎熬与痛苦。而在当时，有一个小女孩便在这群流浪者之中，她眼见族人之可怜，因此在心中默默立下誓言，一定要努力成长，将来要为这群族人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家园，让他们拥有归属，甚至他期望终有一日能够带领他们重归故土，让当初驱逐他们的太古灵族能够为他们经历的所有苦难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个小女孩便是领主。这片星域名为北冥星域，在2000年前，只有兽神界与天魔界堪称是这片星域内最为强大的2个势力。而在那时，领主便率领着只有数百人的族人，在这里建立起新的家园。可以想象，那时我们灵族究竟有多么弱小。然而，领主的天赋却真的很强大，绝对是老夫此生所见过最具天资之人。甚至老夫敢断言，即便是当初的太古灵族，若是知道领主的天赋，也必定会为当初驱逐他而感到后悔。领主便是凭借自己的天赋与成长，带领当时的族人在此地彻底扎根下来，更是在短短2000年的时间之内，让我们灵族扩张到了如今这个规模。时至今日，我们灵族所在的灵界已经能够与兽神界、天魔界并驾齐驱，成为北冥星域最强大的势力之一。这对于任何一个听闻之人而言，都绝对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奇迹呀！灵师，当初领主公参造化，在这个星域之内已经很难找到敌手，那么他为何会突然间消失呢？领主当年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他感知到自己在修炼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怎么可能啊？当年领主正处于巅峰，在这个星域内堪称是无敌的存在，领主大人的修炼之路怎么可能会出现问题？你们的眼界低了。这片星域虽然无比广袤，但与浩瀚宇宙相比，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当年的领主虽然在这片星域之内已经达到绝巅，可也远远称不上无敌的存在。若不然，领主应该早已率领咱们杀回太古灵族。简单而言，武道是没有止境的，最少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恐怕终其一生也无法真正见到武道的尽头。当初领主的修炼之法谓之太上忘情，太上忘情旨在追求大道与长生，修行至最高境界，不为情绪所动，不为情感所扰，忘情而至公，
自身可化为道的存在，这是一门至高无上的修炼之法。当年领主便是凭借此法以及自身的超然天赋，成为了这片星域的主宰之一。然而就在这时，领主却似乎遭遇了瓶颈，在这门功法的修炼之上，再也无法寸进。太上忘情，起初领主以为这门功法便是要灭绝所有情欲，万事万物不盈于心，但后来领主却发现他错了。太上忘情并非无情，忘情是寂焉不动情，若遗忘之者，简单来说便是得情忘情，最后才能忘情而致功。所谓没有拿起，何谈放下？想要斩情问道，最少也要有情可斩。而领主在明白这一点之后，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以第二世之身亲身经历这一切，立红尘之劫。如今我们终于再次感应到了领主的气息，这证明领主大人的天赋正在回归。如果领主大人经历过这一切后，能够打破当年的桎梏，必将迈入一片全新的天地，到时候我们灵族将会再次光荣啊！好厉害，这可真是一门绝学呀！如果能够完全掌握，即便以我现在的境界，不动用任何底牌的前提下，应该也能承受一位天武强者一击。找个人试试。道武巅峰。小子，你怎么来了？虎兄，这才几日不见，你竟然进步如此神速，恭喜了！嘿嘿，不得不说，一位天武境武者的本源，那可真是纯粹啊！本皇将之炼化之后，便达到了道武巅峰境界，而突破到这个境界之后，说句谦虚的，本皇在天武之下已经是无敌的存在。嘿嘿，虎兄，你可真谦虚啊！嘿嘿嘿，客气了。对了，你小子来找本皇做什么？来，给我一枪！你什么意思啊？哈，没什么意思。就是让你对我全力出手，没有任何保留的那种，我就站在这儿，不躲闪也不还手，看你能不能伤到我。你认真的？真的，我只防御。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种要求。不过正好，上次咱们两个切磋还没有分出胜负，此次本皇刚突破不久，就看看你是否还能抵挡得住本皇的攻势。小子，这可是你提出的要求，你可不要后悔啊！来试试。好。你做什么？跟你来枪啊！你自己说的不躲不闪，你又没规定角度，我从你后面来，怎么了？你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你从正面来。哦，好吧。好强，玉。怎会如此啊？这门武技可真是一门防御类型的绝学呀！你怎么样？厉害吧？竟然能如此轻易化解本皇的攻势，是有点厉害。你刚刚那是什么武技啊？我自创的。好小子，你这不要脸的劲儿，本皇真是自愧不如啊！李贤侄，你身上的伤可好些了？多谢李伯父关心，我现在已无大碍。哈哈哈，那就好。你之前重伤昏迷，在房间内静养，父亲本来是要去看望你的，可是侍卫说你来了此地，因此我们才赶来。亏得父王以及周围之人还如此担心着你。正巧我也正有事要找你商议呢。什么？我准备要去一个地方，所以……你又要离开了吗？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而且以我现在的状况也不能留下。好，那你这次离开，切记万事小心。放心，这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等我回来，我们再也不会分开。好。李伯父，我想这枚丹药你应该很需要。这是此物名为生生造化丹，是专门补充精元一类的宝物，能够驱除百病，延年益寿。最关键的是，这门丹药达到了道境上品级别，对于道武境界之内的武者，无论有着任何顽疾，都能够药到病除。这真是……李伯父不需要怀疑这枚丹药是否有效，一试便知。父皇，如果这枚丹药真的有效，那您多年的病症岂不是能够为之化解？无论如何，一定要试一试。好。经脉，我能感觉到我当初受损的经脉似乎正在修复啊！林贤侄，你可
你可真是老夫的。再生父母。胡兄，你要是不精通人族的词语，最好不要乱用。无妨，林贤侄，你可真是老夫的贵人，老夫这条性命算是得你所救。林贤侄，既然这枚丹药如此珍贵，你得到此丹必然耗费了许多辛苦吧？是我当初进入中土神州就一直寻找这种丹药，经过1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我寻找到了一颗。林贤侄，没想到你进入中土神州之后还如此惦记老夫的伤势，真是辛苦你了。不辛苦，李伯父不必放在心上，这都是晚辈应该做的。那枚丹药明明就是这小子顺手牵羊弄来的，怎么现在让他说的好像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搞到的一样？可恶，这小子连自己老丈人都忽悠。你说吴长老死了？是宗主。怎么可能？吴长老已是天武境界，一位不足20岁的小辈人物，在没有那黄云出手协助的情况下，能够斩杀武长老？你确定你不是在跟本宗主开玩笑？属下不敢，这些事情都是属下亲眼所见，绝不敢欺瞒宗主大人。那小子身上充满了诡异，属下也不知道他究竟用了什么邪术，竟然能够轻易地斩杀武长老。总之，那小子很邪门，很邪门啊！根据咱们的消息，当初那小子在羽化仙门遗址的时候，虽然已经展露出不俗的天赋，但境界不过道武低阶。可是这才短短数月时间，他的境界突飞猛进，连天武境界的武长老都死在了此子之手。如此恐怖的进境速度，简直是骇人听闻呢！传承，这少年进境如此之快，已经远远超过了天赋的范畴，必然是因为这段时间内他得到了那传承，才会如此。传承，如果那少年真的是凭借传承达到了如今的地步，那咱们或许都低估了那传承的珍贵程度。不只是咱们，应该说整个中土神州恐怕都远远低估了那份传承的价值。这羽化仙门真的有如此恐怖的底蕴？仅仅一份遗留下来的传承就具有如此价值？千万不要低估羽化仙门的底蕴。在100年之前，这一势力问鼎天武大陆，便没有任何一座势力能够望其项背。最恐怖的是，这一座势力当时几乎笼络了大陆上所有的顶尖强者。后来羽化仙门离奇覆灭，则是让整个大陆的巅峰武者形成了断层，甚至时至今日，各大势力又发展了100年之久，这个断层依旧还存在。由此可见，当初的羽化仙门到底有多么强盛。那么这一势力留下来的传承，自然是不容小觑。宗主，以老朽来看，若那份传承真的如此重要，或许将会是我们阴风鬼宗100年难逢的机会。只要我们得到那传承，或许便能够与黑暗神教并驾齐驱，甚至将来真正成为天武大陆的第一势力呀！这传承，我阴风鬼宗势在必得，这一次要不惜一切代价。宗主，此次便让老朽前去吧。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这一次，本宗主亲自前往。你现在做什么？女前辈，你怎么？什么？千女前辈，这才几天不见，我怎么感觉你又变漂亮了呀？这让天下间的美女还怎么活呀？少拍马屁，有事直说。天女前辈，你能给我讲讲剑皇境界吗？剑皇，想要理解这一境界很简单，就2个字：虚无。虚无。你当初融合了6大自然元素，创造出了混沌剑域，成为了一名剑主。在这个境界内，你要做的是将那混沌剑域无限放大。你的剑域范围越大，证明你在这个境界中越强。而后来，当你的剑域扩大到一个极限之后，便要停止下来，反而要将那剑域开始凝缩。在这一过程中，你踏入了剑宗之境，从剑主到剑宗，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可你的剑道实力却更强了，可知这是为何？为何？还是不太懂。心境，剑道的强弱与心境有关。你从剑主境界达到了剑宗境界，仿佛一切都回到了原点，但在此过程中，你的心境却已然发生蜕变。
只是你自己还不知晓。剑道不是某一位天才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经历了无数先辈探索，才一步步发展至今。既如此，剑道之中必然凝聚了无数古人的智慧，也蕴含着人生的道理。正所谓大智若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不工，大道至简，大成若缺。古人创造出这么多词汇，其实只为阐述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事物发展到一个极致后，最终都将返璞归真。剑道亦是如此。我好像明白了，返璞归真。天女前辈，你是说我的剑道还不够真？我当初创造的剑道领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过程，就仿佛是一个循环，而我将剑域凝缩至方寸之间，其实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极致，必须还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再从有至无的过程。不错，挺聪明的嘛。虚无，也就是说我唯有将剑域炼至虚无，才能更进一步。是，简单而言，你将剑域凝缩至方寸之间还不够，只有将剑域炼至无形无相的地步，你才能算是真正触摸到剑皇之境。天女前辈，那我该如何做呀？这就要靠你自己了。剑道没有捷径可言，其实不只是剑道，任何事情你若是指望别人教给你，终究不如自己感悟那般深刻。因此我只能指点你一个大概的方向，但具体要如何掌握，那就要需要你自己的感悟和理解了。受教了。